我不干净。你怎么能不干净呢？我去练健美去了，一身臭汗，先洗澡吧。我不嫌弃。是没有刺激你了？你一听见别人侵犯我，就有感觉了？只要我在，我就不让任何人侵犯你。我要保护我的妻子，保护我的家庭。平别，这是几万次这样在心中暗暗地称呼你了。自从19年零7个月的那一天，我见到了你那惊恐的一瞥，我的灵魂就随着你飞走了。我的灵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，守着你。我已经写了7000页的日记了，7000页的爱情日记，那是比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《荷马史诗》还要长。一个创造了《史记》的司马迁，会用19年零7个月的时间在心中追求一个女人吗？所以，我在创造一个奇迹，我在创造一个伟大的爱情神话。我一定要让你惊讶，就像帕瓦罗蒂唱的这首歌里的无名者一样，黎明到来就是胜利。你今天晚上有手术啊？我刚做完节目，晚上见。啊，明天回来，那就是明天见了。好，拜拜，老公。1、2、3、2、2、3、1、2、3、2、2、3。
是我，怎么车有问题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可能是发动机太热了。前一阵子我见过你国标表演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你也跳了几曲，你跳的还不错，我有印象。我听人说你是电台的著名主持人，我老远看见像你，所以才过来帮你的。啊，那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呀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办了一个交谊舞学校，欢迎你来参加。我是135在这儿，246在学校里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一定要来啊！我等你。萍萍，我睡不着，我又在写爱情日记了。19年零8个月前，我是第一次见到了你。我追逐着你，我跟踪你了，但是你骂了我流氓。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，后来我天天在你的家门口等着你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听说你考上了北京的广播学院，后来又听说你回到了东海，当电台的节目主持人。我一直追随着你的节目，后来听说你喜欢跳交谊舞，后来又听说跳交谊舞的时候认识了你现在的丈夫，那后来听说你陪着你的丈夫出国了，你和你丈夫到了遥远的德国科隆。哦，就是在看不见你、听不到你声音的那些日子，你在德国，我在中国，但是我的心仍然追逐着你，我的灵魂仍然在你的身边，甚至我自费去了一趟德国的科隆，我试图在那里寻找你的踪迹。我曾经站在科隆大教堂里，默默地呼喊着于萍萍，你在哪里？后来我到了科隆的一个医学院里，找到了你丈夫的教研室，但是你和你丈夫在希腊度假，我无功而返。终于你回国了，你现在又主持栏目了，我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。有一天我们的爱情一定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我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转弯啦！哎呀，妹妹呀！红哥，红哥，我要随意一下。好。藏好喽，别让哥哥看见。
哥，哎，小心一点。丽丽，如如，丽丽，狼来了，抓小鸡了。红哥，我在这儿呢，你这个大色狼，快来抓我们啊！红哥，红哥，红哥，你在哪儿呢？红哥，在哪儿呢？红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哎啊！红哥，怎么了？红哥，他掉到山沟里了。病人瞳孔放大，血压只有40。马上输血。颅骨破裂，脑子里有大面积血肿，马上准备手术啊！主任，这个病人还没有交钱。那么，按照医院的规定，暂时不能做手术，先输氧，马上通知家人来交费。嗯，好的。我在院部开会，听说有病人要抢救。对呀、还没交费呢。洪自强，这病人叫洪自强是啊，怎么，李大夫您认识他？啊？不认识。李大夫，病人血压已经变成20了，心跳已经变成30了。病人的家属还没有到，打电话叫我们医院救护车去接的2个女孩子也不见了，病人垂危，还没有交费。先救人。李大夫，这不符合我们医院的规定啊！先救人。这郑主任都说了，我这副主任呢也只有服从了。但是从脑子里大面积血肿来看，这个病人在医学角度已经是无救了。邢大夫，我说过了，先救人。那么，还是由你这个东海第一把刀来主刀吧。邢大夫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情绪不太好，还是你来吧。李主任怎么了？成功做了上千个这样手术的大名鼎鼎东海第一刀，怎么会见着病人呕吐呢？太奇怪了。马上手术吧。
跳得不错啊。是吗？我以前学过国标，还参加过比赛呢，拿过业余组的第2名。那你不用学了。对了，那个时候是谁跟你搭档啊？我们东海电台的，但到后来我就跟我丈夫搭档。他们可真幸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以跟你搭档，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啊。现在不是我们俩在搭档吗？你的身材很棒，如果我们一起跳舞的话，一定会很好。哎，你们搭档那个舞伴呢？他到外地去演出了。她是你的女朋友吗？算是吧。停电了。这破地方总是停电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停电了，还跳吗？跳啊！我们医院已经尽力了，在手术前，我们已经知道，对你丈夫的手术是做最后的努力了。谢谢你，大夫。你们的医德很让我感动，在家属没有交费的情况下，就为病人做手术，真的谢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是我们邢大夫让抢救的。谢谢。你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吧？我想提高我的国标水平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需要锻炼，要不会有很多脂肪。你跳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你有一种成熟的魅力，而且也很吸引男人。你跳的已经很好了，而且你现在的身材根本没必要减肥，你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要来？那我告诉你，你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我孤独，从感情上是孤独的，特别是你在街心花园教别人跳舞的时候，我也感觉到你的孤独。特别是你在街心花园等待你学生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特别孤独。你真的一眼就把我给看穿了。可是你为什么会孤独？你有丈夫，你又漂亮，为什么你这么美丽的女人还会感到孤独？带我跳舞吧。忘了你的那个夜晚，忘了无
弃我丈夫和我家庭。我欣赏你的成熟，欣赏你的世界，但是你有负罪感那就算了。你的世界一定跟你一样丰富，你怎么就看不到我年轻的活力，让你也感觉到了生命的萌动？那天我看见你，我也被你吸引了，我的视线几乎没有从你身上离开过。那天我看见你跳舞，我就在想，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个成熟而美丽的女人？你在我的脑子里，为什么总是挥之不去？多少次，我想把你从我的脑子里赶走，可是赶不走。我越是赶，你在我的脑子里就越多了。要知道，我这一生如果没有你，会缺少很多光彩，会缺乏很多浪漫，会缺少了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段传奇。你不是说你孤独吗？我也是孤独的。两颗孤独的心碰在一起，一定会碰出美丽的故事来。你说呢？要知道，我会用我的舞蹈来让你不再感到寂寞。在我有力的臂膀的带动下，我们的心一起在飞。他本来是单纯的，他本来是完整的，爱本来是单纯的。是完整的，所以是两个人的。喂，白雪，我是李汝君。那个叫洪自强的病人抢救过来了吗？什么？没抢救过来？是的，有1个小时前。他的家属来交了费用。李大夫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怎么了？有一个病人死了。医院嘛，就是死亡和诞生的地方。你又是医生，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你知道这个病人是谁吗？是洪自强。洪自强？对。洪自强，洪自强，差点把他的名字给忘了，怎么死的？他是今天晚上送来的，是邢飞宇大夫截肢的。当时呢，没有人来交费，我就下令抢救他。据120介绍说呀，这个洪自强是从山崖上掉下来，摔破了颅骨，颅内有大面积的血肿。这个手术本来是我做的，但是我无法面对他，就让邢大夫做了。可是结果呢，没抢救过来，他死了。我失职啊！如果当时是我来抢救他，他可能还是有希望的。啊不，也可能根本没有希望了。我甚至没有勇气去检查他的大脑淤血。你别太内疚了，又不关你的事，别太往心里去了，哈。
健身去了。平平，我在想，我的灵魂是不是干净的？为什么我面对洪自强，我就没有勇气去做手术呢？一个生命就这样，而且他还和我们怎么了你？我这想到也挺害怕的，他怎么这么巧就是他呢就死了？不过他死了也好，没有人再会知道我们那件事情了，你说呢？是，这也是我当时的心理，真是太可怕了。现在我想，我还合不合适去做一个医生？就是你的敌人，当他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你作为医生，你也应该去抢救他，至少你应该尽全力。可是我呢，我却跑了，像一个逃兵一样的跑了。也许他根本就没救了，你不应该自责。我不干净。你怎么能不干净呢？我去练健美去了，一身臭汗，先洗澡吧。我不嫌弃。是没有刺激你了？也许是生命的脆弱吧。根据东海市卫生局的关于提拔专业年轻干部的政策精神，现在我宣布，东海第一医院的院长候选人名单。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，我们医院的这个脑外科是我们的骨干科室，所以呢，这次在选举院长，也就是说，院长候选人名单里，脑外科仍然是重点。脑外科主任李汝军怎么没有来？李大夫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手术。好，下面我就宣布一下东海第一医院院长候选人名单：李汝军、邢飞宇、高子毅、吴可珍、张孝林。邢大夫，这不公平！凭什么李汝军他从国外一回来就当院长的第一候选人呢？这是组织安排。再说了，人家李汝军是东海第一把刀，又是海归派，能不重点启用吗？这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。我们不要私底下议论好吗？这不符合组织原则。好了，邢大夫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我上次给你介绍那个女朋友，人家还等着你回音呢。我上次给他介绍个女朋友，人家可是看好我们邢大夫了。我看啊，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女人身上。10年前的事情一直是他的伤痕。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医生又不是神仙，谁还没有个医疗事故啊？关键是不能背包袱。他啊，就是这样的人。难道他要单身一辈子啊？哎，白雪，你把那洪自强的抢救报告拿来给我看看。哎，李大夫，昨天晚上你不是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吗？我已经向您口头汇报过了。
你还是拿来我看看吧啊。哦。是啊，我们医院已经尽力了。哎，他的家人来了吗？厉大夫，你的记性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他的妻子已经来过了，遗体已经移到火葬场了。哦，我们医院确实尽了全力了。好了，不说了。白雪，我们去查房，今天还有5个病人要会诊呢啊。哦。好吧。小白。哎，有事吗，邢大夫？你觉得李大夫今天表现正常吗？怎么了？一个主任，第一把刀，手下面光今天要会诊的病人就5、6个，怎么会关心起我的病人来了？而且他昨天居然打电话跟你，问你那个叫洪自强病人的情况。这正常啊，他是脑外科主任，领导啊。在医院，一个重症病人的死亡是正常的，有医生在得知病人死亡了，还要问家属来没来的吗？李大夫现在是医院院长的第1候选人，关心一下病人有没有交费，这是领导的责任吗？在我的记忆里，这可是他第一次。我们的第一把刀，历来是提倡救死扶伤的。邢大夫，你也是院长候选人之一，你也是有希望的。你等一下，昨天他为什么以情绪不好为理由拒绝做这个叫洪自强患者的手术呢？而且事后还一问再问，这救死扶伤，难道还有什么情绪不好吗？这是一个候选院长应该有的态度吗？邢大夫，我不明白你想什么呢？医生也是人，他总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做手术是不安全的。这情绪不好就不能做手术吗？医生必须是理性的、冷静的，这怎么会因为情绪不好就不去抢救一个人的生命呢？人命大于天，这里边有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。我们要学会动脑子。萍萍，我成了我们医院下届院长的候选人了。是吗？恭喜老公。一共有5个候选人，我呢排第1。那就是说你最有希望呗。当然了，还要经过3个月的考察期。努力工作吧，争取成功。不过我最怕的还是那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就那件事儿啊。不用怕吧，我们又没换成。现在这事儿啊，简直成了我的一个紧箍咒。不用这么害怕。第一，没有事实；第二，没人会说。我还是担心那事儿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的。没你说的这么可怕。当然了，我是担心啊，有人会利用这件事情。好，再见。
于平平女士，你好。你是？我是普罗律师事务所的葛建斌。哦，你好。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带领你案子的事情。好啊，这样吧，就在电台的咖啡屋坐坐吧。于女士，我根据我们的谈话，我就起草一份刑事自诉状。谢谢你，葛律师。当然了，我还需要你考虑一下赔偿问题，特别是精神赔偿。难道你真的只需要象征性的1块钱人民币的精神赔偿吗？我打这个官司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权益。因为像我这样被骚扰的女人不是1个2个。我非常欣赏你的精神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们都是为了女性权益而工作的人，不谈物质利益。葛律师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们的官司一定能打赢。小同学，你好棒啊！谢谢叔叔。我儿子就不如你。你来接你孩子的？我儿子才上小学2年级。你真是好棒！你长大了一定能当马拉多纳，拿世界冠军。叔叔啊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一定。叔叔啊，你挺有眼光啊。是吗？哎，你妈妈是不是著名主持人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儿子回家说的，说你妈妈很漂亮。她是漂亮，所以我就帅。哎，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？我喜欢玩滑板，我喜欢打游戏，我还喜欢跳街舞，我还喜欢踢足球。要是平常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我还喜欢上网呢。你这么小就喜欢上网了？可惜在网络上没有人喜欢和我聊天。你太小了，现在上网的都是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事。叔叔啊，你怎么把网络看成那么黑暗？哎，你网络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侏罗纪。侏罗纪，侏罗纪。哎，你是不是看美国那个侏罗纪公园才想到这个名字的？对呀。哎，这孩子太有意思了啊！那你都上什么网站？网页聊天室或者是新浪，现在最主要的是在腾讯。腾讯，好啊，可以。你以后再上网的时候装成大人，别人就跟你聊天了，是吧？腾讯侏罗纪，太有意思，这孩子。